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最新調查爆雷，30到39歲買房一族最在意的3大關鍵哦。先說結論，屋況、採光、格局沒了，這3個才是年輕人最在意的事情。爸媽的意見真的還好，真的還好，不是很重要。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那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來高雄之前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如果你還沒看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年輕人買房最在意什麼哦。那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雙北年輕人買房不看屋齡，不看大小，父母意見只排第3哦。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永慶房屋與政大不動產研究中心共同發起2025年雙北市30到39歲族群購屋新回調查。他這個年齡選的很那個哦。30到39歲啊，確實就是購屋的主力軍。你是說，這不是要中年了啊？不好意思，台灣最大宗的首購就在這邊。那調查結果我們直接看圖，左邊是有買房子經驗的，右邊是想買房子的人哦。那我們看前3名就好，不管有沒有買過房子，屋況跟採光都是名列1、2名哦，屋況跟採光，但第3名就有差咯。有買房子的人第3名他在意的東西是格局那想買就還沒買他對買房這件事情還心存一種幻想的話，第3名則是建商的風評。我個人認為這個建商風評講得很含蓄，就是品牌迷思就好的建商那他願意去看，他願意去花比較高的價錢去買好建商的品牌。我未看先猜是這樣，就是你在做房子功課的時候，一定會聽到人家說，哪個建商很爛呢，然後哪個建商怎樣又怎樣，所以那個時候會怎樣，很在意建商的風評。等你真的在找物件的時候，才會發現我心目中厲害的建商那個價格很誇張才會發現說符合自己預算的其實就那幾間而已，然後那幾間又是普通一般般的建商，就比方說那個嘛叉叉嘛寶叉嘛叉家嘛它就是怎樣，它就是海量的房屋，然後它就是有辦法交屋，風評一般般，沒有到很好，也沒有到很爛，可是它就便宜啊，它真的都是比市價便宜1成就是這樣。然後像現在還有那種破盤價跑出來，對啊，就是說你在買房以前，你以為自己怎麼樣，可以像酒店一樣選妃一排，慢慢站出來給你看，你慢慢挑，不喜歡就換一批。等到你開始揣的預算開始在跌的時候，你才發現哇，原來是這樣原來其他都沒空，就是這樣，其他都有班，那就挑一挑，只能怎樣，只能硬上。結果就是其實也還好這也沒什麼問題。所以當你來填那個問卷的時候，就會很自然而然怎樣，會把格局排到前面，因為你發現房子的格局是怎麼設計的比起它是哪個建商蓋的，更會影響你居住體驗的是。例如說廚房太小，廁所沒開窗那移動的動線很有問題，或出現了暗房出現了暗廳，這才是真的很折磨人的事情。所以有經驗的朋友已經不是說不看重建商的風評，而是已經學會了說那格局真的是比風評還要重要非常非常的多。然後我們來看第2張圖來，你看這張圖，你看右邊就好，就右邊是有買房的決策動機。你看第1名是改善居住環境，就是從租屋一族要躍遷成為有房一族，或從2房換3房，就是所謂的小換大舊換新嘛。那第2名是什麼？房屋保值，他講的是保值他講的不是增值這什麼意思？這就是透過買房子把錢存起來，就把錢存在房子裡，代表說現在30到39歲的年輕人還是很認同買房子真的買房子這件事情對他們而言是一種什麼？是一種保存資產並且資產增值的好方法。再來，你要知道爸媽的意見重要嗎？那我們就來討論說，現在的年輕人買房子會參考誰的意見比較多第一樣，我們先看表首先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第1名是誰？買房阿元的意見，屁有沒有？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有沒有覺得很有趣？親朋好友的推薦或是爸媽的意見，排名都怎樣？下滑了。尤其是右邊的資訊有用程度社群媒體的分享還比親友推薦來的高分。也就是說，大家怎樣寧可看 FB 上的貼文、IG 的貼文、Threads 的貼文，就那個脆脆的貼文，他也沒有要聽爸媽怎麼講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看法是這樣哦，就是時代的背景相差太大哦，時代背景的關係，就是你爸媽買房的環境哦，跟現在的環境相差實在是太多太劇烈了，所以就變成說你們的看法會怎樣？天差地別啊。例如說管理費，他們可能就是當初買透天，你知道，哪有什麼管理費要繳，所以就變成說你跟他講你要住電梯大樓，然後每個月管理費是多少多少，他覺得你是盤子這樣。不然就是你跟他說社區大樓有垃圾集中處理，這樣很方便，爸媽會嘴你說什麼？你就追垃圾車，這個每個月省多少錢啊？這有差哦。可是我要上班啊，對啊，我要加班啊，你們不用，你們退休了啊，你們在那邊不然你來我家幫我倒垃圾。反正就這樣哦，怎樣又怎樣的，會各種的想法不合，後面你也會懶得跟他溝通哦。那社群媒體的優點是什麼？會有各種論點可以給你參考。例如說，你就問一句：兩房到底要不要買車位？哦，底下就會開始站來站去了哦，各有各的道理。你可以先聽聽看，誰的道理可以說服你，這樣你就會往那邊決定嘛。最後你要知道為什麼不要聽爸媽的話。我講這是離經叛道但是我不管反正就是這樣。因為爸媽他們還在民國70、80年代，你知道，他們還是覺得說銀行是吃人的，他們還是覺得說建商是惡劣的，他們還是覺得說追垃圾車沒有關係。好，來，就看完這次數據以後，我怎樣？我突然悟出了一個道理，就買房這件事情爸媽的經驗值越高，會怎樣？會越像一種詛咒。為什麼寧願年輕朋友要去問陌生的網友，他也不想聽爸媽碎碎念給他下指導棋？原因也很簡單，就像你今天在玩的是黑神話悟空被虎先鋒虐了死去活來，就你爸媽坐在旁邊一臉過來人的樣子跟你說：不是這樣打啦，我跟你說，我以前有玩過超級瑪麗來，這個東西這個怪就是要這樣子打，你信他他們越想教你，然後教會你的東西越多，我跟你講，你輸得越慘。房市台灣房地產這款遊戲這個版本已經更新到不知道幾版了，已經更新到第7波信用管制了，版本都不一樣。所以怎麼樣？以前的版本叫有買就贏了，你只要買到房子你就贏了，不管那現在的版本是什麼？我跟你說，困難模式真的是困难模式現在你唯有0到1便宜，我講便宜是指政府就給你新青安嘛，然後你就可以貸款80%嘛。爸媽那個年代是沒有貸款80%這種情況，所以你跟他們講很容易會被以偏概全，就是說背景還好，真的假問以前開始老人幹夠他有沒有提說他以前的房價跟你現在的房價沒有嘛？就是這樣。好，那這個就是問題啊。現在的遊戲版本真的是困難模式超級困難模式第7波信用管制第2屋5成第3屋的話可貸款叫3成自備要7成還有豪宅線懸在頭上，對，一大堆狀況跟問題。然後掛式不能進房市一大堆有的沒的。所以你怎樣？你買錯你就套牢啊，就是這樣。那當我們開始相信網友的攻略不是怎樣，不是我們不孝順而是我們終於懂了在這個地獄副本裡面，在這個變態的版本裡面，真正有參考價值的攻略是什麼？是來自剛剛才過關的朋友，他講的東西才是真的，才是这個版本的東西。那至於前1代、前2代、前3代玩家的心得，不好意思，聽聽就好。老狼幹夠好，我也聽你幹，但我實際的做法一定會跟你完全不同。你還在講說板橋，我以前年輕的時候一坪買20萬，你還在講說高雄不是一坪10萬嗎？你還在講，然後來下指導棋說美術館要買來，沒有，美術館很爛，美術館以前怎樣又怎樣，外勞比野狗多，然後什麼有沒的，你去講，你講你的他們有沒有講錯？沒有。他想不想害你？你是他兒子他害你幹嘛？他真的是肺腑之言但是不好意思，好心辦壞事。他以前在講的東西跟現在版本已經差別太多了，但是他們沒有持續看房，没有持續看房是什麼？他就買了嘛，他就把你養長大嘛，就在那一間房子裡面。所以老一輩的人在高雄現在還認為什麼文化中心現在還認為什麼三民區還認為那個陽明學區陽明學區確實厲害所以現在還是高雄升學率第1名，但是那邊都是老社區老房子有新建要超級貴，要你買在那裡，除非你舊家就在那邊。他們的版本都怪怪的，你知道，我們怎麼看怎麼怪。我以前也被影響他們上一次看房子什麼時候？不好意思，25年前嘛然後所以那時候的房市跟現在請問會一樣嗎？
那時候央行總裁連彭淮南都不是反正你知道我要表達什麼版本不同，攻略就是不一樣。你看看你是不是要繼續揮着明朝的劍來砍清朝的官，隨便你大人啊，時代變了，我跟你講。所以不是我們不孝順，就是現在這個版本有現在這個版本的攻略那你要聽長輩的，沒有不行那我看起來10件裡頭有11件都是被耽誤比較多。總之就是這樣了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雙北年輕人買房最在意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以及他們怎麼做決策的。現在30到39歲的年輕族群買房的時候最在意的屋況還有採光那另外也討論到了為什麼現在年輕人買房的時候寧願去看陌生網友的意見、社群媒體的意見，他也不想去理他爸媽的建議。結論是你爸媽那個真的是建議嗎？是不是25年前的板橋？是不是20年前的新莊？是不是15年前的淡水就都這樣啊你要怎麼？我跟你講，我以前也拍過影片嘛，那個長輩煞長輩煞，他就從小到大在這邊長大。你想要買在家裡附近，你的好意是我要照顧你我方便照顧你。他想的是我以前這裡才多少，現在要多少？那幹什麼？那然後開始罵就這樣。家裡有房子，你幹嘛買房子？不是這樣啊，這是版本不一樣啊。那你說我錢不存在房子裡就像今天講的嘛，那個存錢在房子裡是一種資產膨脹的手段。那你要我放哪裡？然後他就跟你講斬釘截鐵跟你講一隻股票，你敢放我是不敢的就是這樣。結論就是房地產的市場環境早就已經改版本改很多次，他根本就還沒有去下載那個遊戲更新檔，然後就要帶着你現在用超級瑪麗去打那個黑神話悟空，你媽這是怎麼打？老一代的經驗很可能成為年輕人買房的最大阻礙。只有剛破關的玩家，他就剛破，所以他版本是新的，你知道，才是目前最實用的攻略跟經驗，才值得參考，真的是這樣。我跟你講，這些不是要你跟你爸媽玩 gay 而是說反正他們下次要老人幹夠一講口若懸河，然後滔滔不絕你就聽你自己心裡打個預防針，又來了這個又是20年前的事情然後就這樣做你自己的事，然後繼續他們講什麼講爽的啦，除非怎麼樣，除非你頭期款是他出的，好吧，那你就認命吧你就吞了吧，就這樣。最後我想問你，你最常听到爸媽反对社區大樓的說法是哪種？A. 管理費怎麼那麼貴？ B. 追垃圾車又不會怎樣？ C. 那個游泳池你又用不到。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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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
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那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74%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啊，10萬有什麼好處哦？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哎，對，按了嗎？哦，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為什麼這個格局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哦？還有那個手槍房到底是為什麼會被嫌棄成這樣？我跟你說，因為我才去看一圈房子回來，好的格局哦，我現在是認為這樣哦，你屋內的家具哦，然後跟你的公設哦，你的管理員那爛老的，然後有點像好像智能障礙很多哦。我現在不是在酸那個哦，因為我遇過，我有一間的社區哦，那個管理員是好像就智能障礙，就請一個老人坐在那邊，你知道，你問他也不会答，然後他也不知道幹嘛，他就可以這樣子盯着，然後發呆，然後一整天這樣，怪怪的，就這樣，其實也還好。為什麼？因為門關上，你自己都看不到，那你自己家裡漂亮就好。好，格局你不能改啊，格局你不要改啊，採光你不要改啊，你其他東西哦，家具哦，家電還可以靠花錢去解決，新台幣大法。格局你怎麼改？你沒辦法改啊。這邊沒有窗，你要砸出一扇窗啊，你砸出一扇窗那是別人家，你要怎麼弄？採光沒辦法弄啊。採光哦，當初好就是好哦。那你當初如果拿到好的，你只能夠憑你的本事怎樣把它改到爛而已，你沒有辦法把採光改得更好，做不到了，真的是做不到。所以你換個角度看，現在的年輕人哦，其實蠻聰明的，他就知道什麼東西是錢改得了，什麼東西是錢改不了的。我跟你說，格局跟採光真的是很頭痛的一件事情，就給你一個很奇怪的格局，那你到底要怎麼改？你改不了了，你真的改不了。還賣盆，你要改可以花大錢，花了那個錢到讓你懷疑人生。奇怪，我要改個格局，然後說什麼室內裝修許可證，奇怪，這東西怎麼9萬到15萬，這什麼東西？然後我要施工，好，要做保護工程，那個保護工程電梯包一包，好，然後我因為要採光好，我在邊間的話是走道的最後面那一間，好，整趟都要包，包完以後從那個地下室也要包。我什麼事情都沒做，我20-30萬先出去啊，我就為了要砸掉一面牆，這真的值得嗎？比較會考慮這種問題。我們年輕一輩就這樣哦，格局跟採光，我也才去看哦，有所謂現在新房子哦，3面採光，哇幹，真厲害，真漂亮，真他媽漂亮。可是問題來了，那個3面採光哦，它給你一個，我舉個例子哦，像我這個長方形的鍵盤哦，就這個鍵盤，它窗開在這裡啊。1、2、3啊，開3個窗，中間都沒有隔哦。哎呀，不過它窗都開很大，好，中間都沒有隔哦。什麼意思？就是你去看一個通透的空間，一整間就是長這樣，然後怎麼樣？你自己隔啊，你自己隔啊。現在都這樣啊，現在新建案交屋就是這樣，你自己隔啊。那你看它3面窗開在那邊，窗底下旁邊都還有插座，你就知道了嘛。那個就是要給你規劃一個房間。你原本看超通透，3面採光什麼意思？以我的鍵盤為例，就是這裡是採光，這裡也是採光，這裡也是採光，多漂亮啊！那個它邊間才有的條件多漂亮啊！然後你看看我剛剛指出那3個窗的位置，你只要把它隔出房，會發生什麼事？你的採光就沒了，就這樣。那是全部打通的時候，通透再漂亮。那你真的這個什麼東西啊？媽給我一個通鋪，跟我說是3房，那我就把它隔起來。好，我隔起來以後，不好意思，都是牆那你的採光是什麼？是要門打開，房間門打開，你才有採光。哇，這個採光的優勢是不是一下子就盪下去了？然後有奇怪格局，奇怪格局就是像那個手槍房，還有那個走道空間超級浪費走道空間超級浪費，這無解，你知道，這就是無解啊，你沒辦法飛啊所以你一定要留一個走道啊，你留那個走道又覺得很浪費。哇，我這一坪多少錢買的呢？然後你在屋內給我留這個走道，那我不留也不行。那我留了以後，我又覺得很逼急。走道是這樣，就是它就走道嘛，你大概也就是留個70很少會留到90公分，90公分的走道很奢侈。好，那我假設就留個70公分反正人可以過就好或是開門往外開或往內開，它不會毀道就好的這種程度，70-90這種留法，我覺得很浪費。走道什麼東西都不能放，你知道嗎？你只能牆上貼壁畫，你不能再擺個櫃子或是增加它的功能性。走道就是走道。
首廂房都是走道，就是會變成這個鳥樣子。好，當你拿到一戶首廂房，你要怎麼改？也有人講好聽，你要雞腿房然後甚至我還看過 PTT 很有名的格局，這不是我在講黃色笑話你現在手機拿出來，你直接 Google 叫做龜頭房我靠，怎麼那麼形象啊？就有啊那個房型怎樣？包生男，你去看你就知道，你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怎麼會有這種東西。請問你要怎麼設計？你要怎麼規劃？你能怎麼改？你不能怎麼改所以說採光改不了。你要是那一間當初就出現了暗房，暗房就是說那間房間都沒有窗戶，你只能靠打燈去維持，都没有窗戶，沒有任何的對外窗的部分，那你要怎麼改？我跟你講，你怎麼改你都不對。你說我看大陸有在用一種叫做什麼晴空燈、天空燈，都有人講，它就是把那個天花板鑲一盞燈，然後那個燈還會變顏色就是它會對現實世界的時間白天是清空的，然後到黄昏變黄昏的燈，然後晚上就關掉，這樣。你以為那個可以解我買過，就在那裡被我丟掉1萬多塊。晴空燈的問題是什麼？很 B 級的東西。來，第一個叫做有錢人不需要，有錢人他就去買一個採光好的就好了嘛，不然誰管你這個？來，第二個窮人買不起，真的是。然後晴空燈我現在認為它有一個 bug， 這個 bug 是什麼？它的天花板層高要足夠的高。我跟你講，我們台灣都不夠高，真的不夠高。像我今天才去大概量就是3米，2.8米包括天花板可能還稍微再低一點這樣。你那個晴空燈你裝了，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你即使讓它貼起天花板，會發生的事情是你人不小心走過它左右兩邊，你被那個爆幹亮的燈珠閃瞎你的狗眼，你知道嗎？太亮了啦，沒辦法，真的沒辦法，完全沒辦法，那個太亮了。我有一間廁所是那個嘛，沒有對外窗，我想說，不然來搞個晴空燈，好，我就裝了我在淋浴區裡面洗澡，我要眯着眼睛，沒辦法，因為我們的層高太低了，太低就變成晴空燈你裝上去，它是靠超爆幹亮的那個燈珠這樣打下去好，你只要不小心，你沒有出現在它正下方，你不小心出現在它左邊或是右邊不好意思，那太亮了，那比你家日光燈都亮很多很多，沒辦法贏了你改不了你改不了你能怎麼辦？你沒怎麼辦我跟你講，很多朋友還會怎樣還會就裝模作樣的再拉一個窗簾，還落地假裝那邊有個窗這樣你打開門後視覺觀感體感比較好。採光格局沒辦法改那現在你要這樣想房子都已經這麼貴了，我既然還有辦法去看房子了我就不要再那麼委屈了，我就要挑一個採光好的。採光真的是改不了採光我以前我真的是這樣想了，我就想說哇，我起早貪黑，那在房子裡曬太陽多麼奢侈啊，我根本也不覺得我用得到直到我自己住進一間採光好的房子，爽啊，差很多，真的差很多。那個人的憂鬱那個心情會發生很大的改變。房子就是給他買採光好就對了啦，你就要這樣子做，你就要讓建商所有採光不好的房子媽的都很難賣，超級難賣，連投資客都不想要。這會倒逼什麼？倒逼新蓋的產品採光就會越來越好，就是要不要規劃而已真的是要不要規劃而已。講完了，那給你參考。